克里斯最近总是做噩梦，为了摆脱梦境，他在夜里强撑着睡意，制作梦中出现的小木屋，困了就吃咖啡喝可乐。然而今天晚上，母亲带回一个男人，为了方便行事，他催促克里斯赶紧睡觉。刚躺下不久，克里斯便开始做梦。梦中他来到制造的小木屋面前，门口一群孩子在跳绳，那首布莱迪的恐怖童谣在耳边回荡着。一个骑着儿童三轮车的小女孩引起了克里斯的注意，在她的带领下，克里斯走进木屋，然而里面却是个锅炉房。小女孩告诉克里斯，他们都是被同一个人带到这里的。克里斯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火炉燃起火焰，里面赫然出现很多孩子的骸骨。看过前2部的小伙伴都知道，这里正是弗莱迪生前虐杀孩子的地方。克里斯抱着女孩准备离开，却误打误撞来到一个挂满受害者尸体的房间。克里斯看了看怀里，刚才还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已经变成一具恐怖的骷髅。克里斯从噩梦中醒来，吓得浑身是汗。到卫生间洗脸时，怪异的事情再度发生，水龙头竟然变成了鬼爪，抓住了他的手。紧接着，弗莱迪在镜子中现身，并且对克里斯发动了袭击，使克里斯才彻底清醒。医生想给克里斯注射镇定剂，因为他害怕睡觉，所以十分抗拒。推搡的过程中，还不小心用刀划伤了护工麦斯的手臂。这一幕让医护人员不敢再轻举妄动。克里斯唱起弗莱迪的童谣，恰好被今天刚入职的南希听到。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心理医生，专注于噩梦的研究。在南希的安抚下，克里斯的情绪总算稳定下来。随后在和尼尔聊天过程中，南希才知道最近医院收治了一批青少年，他们的病症十分相似，有着严重的睡眠障碍，存在集体幻想，都梦到过同一只恶鬼。由于对梦的恐惧，他们强迫自己不睡觉。有过同样经历的南希当然知道这一切和弗莱迪有关。准备离开时，南希口袋里的药掉了出来。尼尔回家后上网搜索，发现这是一种叫去梦眠的精神类药物，目前仍处于试验阶段。它的作用就是让人不做梦。这一结果让尼尔认为南希也是个有故事的人。为了了解更多，南希来到克里斯家中拜访，母亲似乎对女儿有些冷漠。在他看来，自从克里斯进入青春期就变得很古怪，由此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不少麻烦。母亲懒得管，让南希自便。来到克里斯的卧室，南希一眼认出桌上的木屋模型，这正是他之前住过的地方。入院的第一天晚上，弗莱迪再次对克里斯出手。梦境中，病房的门缓缓打开，小女孩的三轮车来到床尾停了下来，上面冒着阵阵白烟，随后车子开始变形。克里斯吓得倒退到门外，却来到那栋诡异的木屋，地毯下面似乎有什么东西。没等克里斯反应过来，宛如长蛇的弗莱迪出现了，他咬住克里斯的双腿，想把他吞进肚子里。克里斯大声呼喊着南希的名字，意外的是，现实世界里的南希竟然真的听到了呼救声。一阵眩晕后，南希陷进椅子，来到克里斯的梦境。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玻璃碎片，狠狠刺进弗莱迪的脑袋。在南希的提醒下，克里斯最后一刻从梦中醒来。隔天，南希带着木屋模型来到医院。他从小就和别的小朋友不一样，每次做噩梦的时候，他因为害怕都会把父亲拉到梦里面。小时候，他以为父亲在和自己开玩笑，长大后才明白，他确实有把人拉入梦境的能力。今天是南希第一次参加团体辅导的日子，围坐在一起的这些孩子都被噩梦侵扰。尽管他们一再表示梦里被恶鬼追杀，主治医生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在他看来，噩梦只是罪恶感以及心理创伤带来的产物。当晚，弗莱迪的猎杀拉开了序幕。菲利普挂在墙上的提线木偶突然变成弗莱迪，他在梦境中挑起菲利普的手筋和脚筋，然后控制他的身体走出病房。同病房的小黑虽然被吵醒，却以为菲利普只是在梦游。在弗莱迪的操纵下，菲利普来到钟楼的最高处，而这一幕恰好被男孩乔伊看在眼里。他迅速找来同层的小伙伴，大家高声呼唤。遗憾的是，并不能阻止悲剧的发生。弗莱迪巨大的身影在钟楼后面显现，随着绳子断裂，菲利普从高处坠落。在第二天的治疗课上，主治医生坚定地认为菲利普是死于自杀。不仅如此，为了让孩子们能睡个好觉，他还要开一点安眠药。小黑听了立马不淡定，宁愿困死他也不想睡觉。但小黑的反抗似乎不起作用，见他情绪激动，主治医生立马让护工把小黑关进小黑屋。
菲利普的惨死让尼尔不禁觉得孩子们说的或许是真的，让菲利普走向死亡的并非心理疾病，而是噩梦本身。想到这儿，尼尔提议给这些孩子开一点去梦眠。起初主治医生并不同意，直到尼尔以自己的工作做担保，主治医生才勉强答应。因为药物申请需要一段时间，所以弗莱迪的梦杀仍在继续。下一个倒霉的是有着明星梦的珍妮弗，她正在看一档深夜的访谈节目，突然主持人变成了弗莱迪，紧接着电视失去信号，珍妮弗上前查看，却被一双机械手臂抓住。这时弗莱迪以诡异的形态登场了，他要帮珍妮弗实现上电视的愿望。于是珍妮弗的脑袋被弗莱迪强行塞进了显示屏，这下是真上电视了。等麦斯听到动静赶来，珍妮弗已经领了盒饭。葬礼上，尼尔遇到了修女玛丽，从她口中得知，要想拯救这些孩子，只有一个办法，让梦里那只恶鬼的灵魂得到安息。这时南希走了过来，尼尔本想介绍玛丽和她认识，可一转头，玛丽已经消失不见。南希邀请尼尔到家中做客，作为一名医生，尼尔一直想帮助这些孩子。菲利普和珍妮弗的死让他十分自责，这2天发生的事显然已经脱离了科学的范畴，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保护其他孩子。眼看时机成熟，南希告诉尼尔噩梦背后的真相。在第2天的治疗会上，南希向孩子们描述了弗莱迪的样貌以及他是梦境杀手的事实。弗莱迪并不是无差别作案，受害者的父母在多年前都参与了焚烧弗莱迪的行动，现在弗莱迪回来复仇了，在座的这些孩子正是最后一批。弗莱迪的力量源于孩子们的恐惧，所以一旦不惧怕他，弗莱迪就会消失。要想战胜恐惧，必须入梦。于是尼尔开始集体催眠，几分钟后好像没什么作用，可下一秒桌子上的钢珠却不受重力影响漂浮在空气中。原来大家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梦境，因为克里斯的特殊能力，大家聚到了一起。在梦里，每个人似乎都拥有了想要的能力。尴尬的是，乔伊却做了一个有颜色的梦。他被平时照顾自己的护士小姐姐带到一个小房间，乔伊经不住诱惑，和护士抱在一起。亲吻时，小姐姐的舌头变得巨长无比。乔伊想反抗，却被舌头绑住手脚。美艳动人的小姐姐摇身一变成了弗莱迪。紧接着，床垫掉进了骷髅堆起的深渊，里面的地狱之火正在熊熊燃烧。大家听到动静想去救人，结果滚烫的门把手差点把尼尔的手烫成5分熟。很快，房间也变得和烤箱一样炙热。好在关键时刻，主治医生开门进来，才叫醒了困在梦境里的几人。由于乔伊的灵魂被弗莱迪抓走，现实中的他陷入了重度昏迷。这次治疗没有通知主治医生，更没有取得医院的许可，领导很生气，当面开除了尼尔和南希。晚上，尼尔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，发现修女玛丽站在钟楼上。在好奇心驱使下，尼尔找了过去。据他所知，40年前这里因为一起丑闻从此被弃用，具体什么事他并不清楚。玛丽表示确实如此。当年，一个叫阿曼达的年轻女孩在这所医院里工作。休假时，她被一群精神病人关在钟楼里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病人们轮番强暴了阿曼达，最后阿曼达怀孕，并且生下一个男孩，这个孩子正是弗莱迪，而阿曼达则因为难产而死去。玛丽告诉尼尔，只有找到弗莱迪的遗骸，在圣地火化，才能让他停止作恶。说完，玛丽再次消失。医院里，南希让弗莱迪放过乔伊的灵魂，却遭到对方的挑衅。弗莱迪在乔伊的皮肤上刻下血字。尼尔告诉南希修女的提示，当务之急便是找到弗莱迪的遗骸。当年他被家长们在锅炉房里烧死，遗骸肯定也被藏了起来。想知道更多线索，只有一个人能帮上忙，南希的警长父亲。得知南希被解雇，克里斯情绪格外激动，甚至对主治医生做出过激行为。作为惩罚，医生不仅把克里斯关到禁闭室，还要注射镇静剂。这意味着克里斯即将陷入危险之中。南希和尼尔在酒吧里找到警长，自从妻子被弗莱迪杀死后，他便意志消沉。南希想打听弗莱迪的遗骨，父亲却什么也不想说。这时医院那边打来电话，意识到克里斯有危险，南希立刻赶回医院，尼尔则留在酒吧继续攻略回避现实的警长。在尼尔的坚持下，警长终于转变了态度。尼尔从教堂里整了些装备，一瓶圣水，还有一个十字架，这些都是净化灵魂的必需品。随后他和警长来到废车场，
原来弗莱迪的尸体就藏在一辆废弃的红色汽车中。尼尔撬开引擎盖，果然里面有东西。南希返回医院，遇到了值夜班的麦斯。虽然主治医生交代过不准南希接触这些孩子，但在请求之下，麦斯还是放了水。南希找到小黑、泰伦，还有坐轮椅的威尔，要带3人进入梦境。催眠开始前，南希提醒他们，如果在梦里死了，现实中会同样死去，要是不敢，可以选择退出。思考片刻，3人做出勇敢决定，要到梦境里拯救克里斯，并且好好修理弗莱迪。安全起见，南希让大家在梦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走散。很快，4人来到禁闭室，可高兴不过3秒，弗莱迪出现了，还把几人分散到各自的梦境中。克里斯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然而母亲带回来的男人却突然变成了弗莱迪。他割掉母亲的脑袋后，想继续攻击克里斯，好在他滚到楼下，勉强躲过一劫。另一边，梦境中的威尔行动自如，他走进幽深的走廊，却看到一辆满是机关的轮椅。弗莱迪让威尔坐到轮椅上，话音刚落，轮椅滚动起来，威尔拔腿就跑，却被轮椅上的机关划伤了腿。他想象自己是个法师，成功将轮椅炸毁，但是这样的攻击对弗莱迪并不管用。面对强大的敌人，威尔只能任其摆布。克里斯在寻找同伴的途中，顺利与南希会合。突然墙面开裂，化身猛男的小黑打碎墙面走了过来。小黑骂骂咧咧，不断向弗莱迪发起挑衅。不过他并没有现身，而是一道铁门从天而降。门缓缓打开，3人小心翼翼走进去，发现来到了锅炉房，乔伊就在这里。营救行动正式开始。南希顺着水管来到乔伊身边，在他即将坠入深渊的最后一刻，伸手拉住了他。快要精疲力尽时，小黑及时赶来支援，2人合力总算把乔伊拉了上来。而克里斯已经在正面迎战布莱迪，毫无疑问，他根本不是对手。危急关头，小黑给了弗莱迪几棍子，结果没有造成任何伤害，反而被弗莱迪掐住脖子举了起来。南希瞅准机会，将铁棍刺进弗莱迪的身体，不料弗莱迪露出邪魅一笑，随后将铁棍抽了出来。因为吸取了无数孩子的灵魂，弗莱迪的能量远比想象中的还要强大。就在小黑即将勾带时，弗莱迪却突然消失。原来他感受到了骸骨的异动，尼尔和警长已经在废弃场挖好了坟坑，还没来得及埋葬，四周的破车在神秘力量的作用下动了起来，而被弗莱迪附身的骸骨秒变成了骷髅怪。为了给死去的妻子报仇，警长和骷髅怪硬刚，可惜实力差了点，一个回合下来就被骷髅怪钉死在车架上。尼尔就更加不是对手了，被骷髅怪推进挖好的坟坑中。解决2人之后，遗骸散作一团，弗莱迪再次回到梦境中。他出现在镜子里，将南希、克里斯以及小黑接连拖到镜中。意外的是，朋友危险的处境竟让乔伊变得不再害怕。在他怒吼一声之后，镜子碎裂，弗莱迪消失了，被困的3人也毫发未损的归来。4人惊喜万分时，警长也来到梦境之中。然而父女拥抱时，南希的腹部却被铁爪刺中，父亲变成了弗莱迪。南希凭借最后的力气让弗莱迪遭受重创。与此同时，尼尔终于爬出坟坑，将骸骨扔进去之后洒出圣水，同时手握十字架念着悼词。这招果然有用，弗莱迪一阵转圈后终于消失。遗憾的是，南希受伤太重，没能活下来，其他3人则逃过一劫。故事最后，在南希的葬礼上，尼尔再次见到修女，一路追过去，却看到修女的坟墓。原来她就是弗莱迪的母亲阿曼达。晚上，尼尔已经熟睡，桌上的木屋模型却诡异地亮起了灯。显然，弗莱迪的故事仍将继续。第3部无论是在整个猛鬼街系列，还是20世纪恐怖电影史上，都有一席之地。第2部的故事偏离了弗莱迪梦境杀人的主设定，让人遗憾。好在第3部成功挽回局面，不仅回归了初代路线，在叙事节奏、血腥程度以及想象力上都有明显的飞跃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